大家还记得构图吗？构图还是这样子的。我们已经画了2朵，这两朵已经画了，我们现在画这第3朵。第3朵这个颜色3青，太白加3青，然后玫瑰红、太青蓝、胭脂。我们今天继续完成这个4尺的牡丹。现在我们第3朵是这个颜色，这朵花特别好看，是不是特别好看？好看吗？这朵好看吗？你们觉得这朵比前面这2朵哪个好看？我们今天这个颜色的话会有一点变化啊，就是因为这朵花的颜色，就是我们用这个玫瑰红和紫色还有太青蓝也调不出这种颜色来，调不出它这种颜色，但是它这种颜色特别好看，我很想画这种颜色。因为说如果它这种颜色没有那么好看，我们可以放弃它，可以调其他的颜色，可以用其他颜色，但是这朵花的颜色真的特别美，我很想画出这种颜色，所以我用了一个其他的颜色。我们大家你们没有的话，你们直接还是用这个玫瑰红，只是它的颜色会有点区别。你们有的话就可以用，我用的是那个藤紫，就是这个颜料的藤紫啊，这个藤紫，你们有就用，没有就还是用这个玫瑰红去代替。你们有这个颜料吗？有吗？没有的话，到某宝上可以去买到啊，某宝上是有的。我像这种只买了几瓶这个好看的颜料，因为有的时候会用到它的颜色特别，就是像我们现在用的这个玛丽的颜色，它里面是没有这个颜色的。即使我们去调，也很难调出跟它这个相近的。但是这个颜色和这个花，你看是不是一样的？和这个花的颜色就特别像。但这朵花这个颜色就特别好看，我就很想画它，很想画这个颜色。好，我们先来调色，画第3朵。我们画这个第3朵，我们首先调色。我们先调一个底色，太白3青。好，我们加水先调底色。好，我们先把这个底色调和，底色是这个太白加3青。哇，这个3青加的有点多，我们不要把它全部调进去了。太白加3青。好，我们调这个底色一定也要调匀，颜色一定要调匀哦。我们还有这个太青蓝，还有胭脂。太青蓝胭脂，画这里吧。一位子的话也不一定说一定要非常准，差不多就行了啊，差不多就行了。你偏一点点没有关系的。好，大概在这个位置。好，这里我们开始画了。好，我们画在这里啊，画在这里。我们从这里开始画，我们笔上刚刚是有底色的，有底色，然后我们画这朵花，我们先画这个正中间。这个每次画我们这个花型，我们经常会做这个分解。我们画的时候是从中间这个地方开始画，刚开始画中间这一节最小的这个花瓣，最小的这个花瓣，我们沾一点点这个太青蓝啊，沾一丁点这个太青蓝。不要太多了啊，一点点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然后调这个藤紫色。你们没有藤紫色，直接用这个玫瑰红，我就当它是玫瑰红哈，你们就当它是玫瑰红来用，调到笔的，现在我们画这个小花瓣，中间这一层是小花瓣，我们调到笔的1/3的地方就可以了，不要调太多。然后我们笔尖蘸一点点胭脂，开始画这个比较小的花瓣，是有一点点这个胭脂的，要沾一点点胭脂，笔尖要有一点点深色。
再画一个层次，让它多一点层次去叠加。好，这个深的。笔尖一定要有深色啊。来一个大的花瓣，这个颜色一定要调匀哦，颜色没有调匀，画出来花瓣就不好看。我们画这个花瓣的时候要注意这个花瓣的这个大小变化，还有它的一个层次，还有颜色。是不是感觉是要加一点点什么？加一点点曙红吧，就偶尔会有一些地方可能要加一点曙红。因为直接加胭脂，它的颜色会有一点点暗，我们可能加一点曙红，它会颜色会亮一点点。这个花它也是一个碎花瓣啊，它是一个碎花瓣组成。但是我们也是一样，要画出它的一个这种层次感来。最下面这地方就是花瓣是颜色会是最深的地方。笔尖要不停的补充颜色，笔尖要有深色在，才画出这种层次感来。如果笔尖没有这个深色，画不出这种深色的这种一层层的这种层次感来。因为这里会有一些很小的这种碎花瓣，但是我们要画出它的这种层次来，不能把它晕到一起。昨天还有一位家人这么说，为什么这个花瓣都是晕到一起了？晕到一起就是因为你这个笔尖没有最深的颜色在。大家看一下我为什么总在沾颜色啊？这个笔尖怎么样？这个笔尖要补充一点深色，你看一下，笔尖补充了深色，它这个颜色就会不一样。那你看这个笔尖。好，我们还是细节，把这里的多画一些层次的细节。我们这个是第二层的地方，这个深的我们可以让它更深一点。啊，这个是第二层的地方，第二层的地方我们稍微比较深一点。然后现在我们画这个上面这一层，上面这一层颜色会浅一点。如果笔上的颜色太深了，我们用水洗一下，把笔上的颜色给洗一下。
好，这一层画一些大的花瓣，画一些颜色浅一点的，颜色浅，这些花瓣都是还是比较碎哈，像这种花，它的花瓣就是比较碎。颜色要调到笔的，基本上要调到笔的1/2的地方，调高一点点，不然只有笔尖有颜色不太好。好，我们这里来一个大的花瓣，让这个花瓣里有大有小。让这个花瓣有大小的这种变化。这种浅花瓣，我们直接用笔去点它。我们以前一直讲的这个碎花瓣，直接用笔去点出各种姿态不一样的这种花瓣。你画这种大花瓣，很快画的这个笔上就没有这个底色了。没有底色，我们就要蘸一下底色，用笔肚去蘸一点底色。蘸了底色之后调色。好，调色。我们调淡一点颜色，我们画这个上面这一层颜色要调淡一点，不要调太多颜色了。这一笔稍微的深一点点，让这个缝里面稍微深一点点。这里又来一个大的花瓣。这些大小不一样的这些花瓣，你直接这样子去点它，点出这个不统一的这种大小不一样的这种花瓣。偶尔可以来一个圆一点的，让它花瓣有一些不一样，不要所有的花瓣都是一样。这朵花它是上面的花瓣比较大。好，现在没有底色了，没有底色，我们再蘸一点底色。现在我们是画这幅作品的第三朵花。大家在屏幕里面看的颜色可能稍微深一点，实际上颜色要稍微的浅一丁点。好，继续这个层次。可以这么去点哈，因为到上面有很多这种碎花瓣，我们去点一些小的碎的，这样子直接去画一些比较碎一点的，点多一些碎花瓣来。我们这边来一点点深一点的。让这个花瓣的颜色有这个深浅的变化和这种层次感。
这里画一些比较长一点的、小一点的花瓣，让整朵花的花瓣上形态上有一个变化。我们不要把每一朵花的这个花瓣都画的特别的差不多，一个个的圆，这样子整朵花它出来之后就少了一份灵动感。它可能你可以把它画的特别鲜艳、特别美，但是它最终它就缺少一点变化，就不符合我们这个画里。画里就是要有什么？有变化。我们画画就是在画，我们都是在画这个变化，在画这个反义词。笔尖一定要补充深色。好，我们现在再画一下这一边，这边稍微浅一点点。现在没有底色了，笔肚上没有底色，我们沾一点底色。笔尖没有深色，笔尖一定要有点深色。水分太大了，可能你就容易调到笔尖没有深色。所以当你发现水分太大了，你在旁边的废纸上把这个颜色，把这个笔上的颜色给沾掉一点点，然后再重新去调色。一定要笔尖上有颜色，有深色，你才能画出这种色彩的这种变化，这种层次感来。你看这种是不是笔尖有深色，你才能画出这种层次感来，这个才有这个深色。否则你没有调出笔尖最深的这个颜色，你就这个就画不出来。这个可以来一个往下长一点的这种花瓣，然后再来一个大一点的。像这种颜色，我们调的时候就一定不管什么颜色，我们调的时候都要把它颜色调的特别匀，你画出来的东西才会润。那只有一笔没有调匀，它都会有一点感觉。你看这一笔我有一点没有调匀，里面会有一点颜色不均匀的这种感觉。所以你们调色的时候一定不要怕浪费时间，真的调色特别重要。画这个花最重要就是调色啊，真的最重要就是调色。好了，我们画了这么多之后，我们把这个深色，把这个缝里面还是补充一下深色的。然后我们画最下面这一层，最下面这一层的这个花瓣，我们要把这个底色要另外调一点颜色，把这个底色再加深。我们要把这个底色再加深。
我们调了深色的底色，我们试一下，比较深哈，这个底色稍微的比较深一点点。好像还是不够深啊，不够深，我们再加一点，不够深，我们再加一点胭脂进来，再加点胭脂进来。好，刮掉多余的水分。好，再看一下这个底色够不够。当底色你觉得够了就可以了，不够的话你可以再继续加啊。不够的话你继续加，大胆一点的加没事，因为这个颜色它干了之后它会变的，不是说你现在调的盘子里是什么颜色，它就是什么颜色，它还会变的。等干了之后，整朵花的颜色会变。我们可以大胆一点，不要调的太淡了，太淡的话，到时候你这整朵花的这种层次感出不来。好，调匀之后把这个底色放到一边。好，我们还是一样的，把这几种颜色调上来。对，我们这一笔最下面我们要调一点太青蓝，啊，把这个太青蓝均匀的调一层进来，要调淡一点，不要调太多了。我们这个最底下用一点太青蓝，最底下这一层的花瓣用一点太青蓝，调到笔的2/3的地方，均匀的调到笔的2/3的地方，然后再调这个藤子。藤子我们拿出来调，拿出来到盘子里调，一样的也要调上一点，调到笔的2/3的地方。因为这个盘子有点小，不好调。笔尖上有一点深色，笔尖上要有一点深色。然后我们再调一点点这个曙红，一丁点就可以，因为有一点曙红，这个胭脂它才会好看。然后在笔尖调一点胭脂。好，我们先画一个大的花瓣。好，这边先来一个。然后我们这边再来一个大的花瓣，还是一样的，要加一点，先加一点这个藤子，加一点藤子。然后加胭脂，笔尖蘸一点胭脂，颜色一定要调匀哦。这样子去滚，你也可以去点它，因为你有的时候你要画出这个花瓣不同的这个长度，你可以去点，也可以去滚。好，这边还可以画一些小的花瓣，这里面让它有大小的这种搭配，要有大的有小的这种花瓣。有大有小有变化，这里加一个。这边的这个花瓣会浅一点，颜色会浅一点，我们如果笔上的颜色太多了，我们可以在旁边的水纸上沾掉一点，之后，我们笔上蘸一点底色，我们要让这个花朵有一点往这边朝，所以要往这边拉一下。好，这边的这个会比较浅一点啊，花瓣比较浅一点，我们尽量的让它浅一点点。
你看这一笔颜色有一点点没有调匀，有一点点没有调匀，你画出来这个花瓣它就是不好看，就是不匀。所以我们调色的时候一定要仔细，一定要把颜色调匀了。好，这里来一个稍微大一点的花瓣。像这种你觉得不知道画多大，你们可以边滚边画。我们可以把这个花瓣再往这边拉一下，把这个花瓣往这边拉一下，不要让它再过这边来，让它有点往这边偏的这种感觉。现在没有底色，我们再沾一点点底色，沾一点点底色，不要沾太多了，沾太多了可能会水分太大了。好，我们调最后一层的，我们画的时候笔上调一点点太清蓝，笔上调一层这个淡淡的太清蓝。小盘子是藤紫色，小盘子是藤紫色啊，藤紫，这个我们这个颜料里面是没有的，是另外的颜料。好，一层一层的哈，我们把这朵花往这边拉一点，画的太。好，这边我们再加一些碎瓣，加一些小碎瓣。
其实也不叫地席，是妯娌。嘿，现在是慢慢调整这个花的这个外形。看一下哪里需要调整的。哎，我们刚刚没有调这个太清蓝啊，这下面一层我们要调一点点太清蓝，然后再调我们这个藤紫色。这个藤紫色调的有点少，调好的已经用完了。最后这一层我们慢慢的画，不要画的一下子画的太大了，有的地方调整一下。好，我们蘸一点底色，调一点点颜色，把这边来调整一下。这个花瓣加大一点点，看一下这个边缘哪里需要调整的，我们再调整一下。有些地方这个花瓣往外加一点，然后有些地方我们这样回一下笔，把这个深的这个底色回一点，让这个花瓣里面会显得更加透亮一点。把这个特别白的这里用这个深色的这个底色回一下。我们现在调整一下这个外形，看一下哪里需要调整。笔上如果干了，我们可以蘸一点点底色，然后稍微蘸一丁点颜色就可以了，不要蘸太多颜色去调整。因为它有很多这种碎花瓣，我们要把这个碎花瓣的这种感觉画出来。大家看一下，大家帮忙看一下这朵花，觉得哪里还需要调整没有？还有没有哪里要调整的？大家一起看一下。大家一起看一下，觉得这个花有没有哪里需要调整？有的地方我们可以回一下笔。偶尔回一下笔啊，
让这个边缘透一点点，我们用这个太清蓝来回，让这个边缘透一点点蓝出来。左边有点齐了，这个左这边有点齐了哈，那看一下怎么调整一下。其实它原先这朵花这边还更长一点，我有一点不是太敢画的太长，再加一笔吧。加这个花瓣特别慎重，有的时候我也会加不好。看一下要不要把这个花瓣让它更加张扬一点。总感觉这里少了一点什么，大家看一下，是不是这里少了一点什么？把这个花瓣加长看一下。好了吧，就这样吧，不要再加了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哪里需要再调整一下，大家可以一起看一下，哪里需要有调整。好了，我们再调整一下，把这个深的地方让它更深一点。
好，这3朵花就这样子吧。来看一下这3朵花，大家先看一下这3朵花。这个花其实它要远看啊，像这种花一定要远看，远看它才好看，一定要远看。你们觉得它是不是远看比较好看？我们还要画一些花苞，还要画一个花苞，在这边再画一个花苞，画一个半开的。我们找一朵半开的花来画这一个花苞，来画这一个花苞。还是一样，我们笔上还是要蘸点底色啊，蘸一点底色，然后调色。好，不用这个吧，直接用这个玫瑰红吧。那个颜色其实在那个盘子里放着不太好调，用玫瑰红。玫瑰红是一样的，刚刚那个颜色没有的家人们，你们直接用玫瑰红就好了。玫瑰红跟那个颜色它其实是差不多的啊，其实是差不多，只是说我想追求它稍微有一点点区别，稍微有一点点区别。当然那个颜色它更加鲜亮一点。画到这里。画一个小半开的花苞。下面这个大花瓣一样的这个颜色，先调这个玫瑰红，然后调一点点曙红，把这个包起来，这个包起来它就是一个那个慢慢的像包菜一样的往里包。好，这个上面也是，我们先把这个多大，这个花苞有多大，我们先定一下，大概这么大，我们在这里来一个，往这下面包，还有这个上面往上面包。好，里面的会越来越深一点。我们可以调一点点这个太清蓝，哇，不要调太多了，这一笔调的有点多，我们把它晕开，调一点太清蓝，它会有一点点带紫色。然后中间呢，我们颜色会调多一点，调深一点点，颜色占多一点，占饱满一些。这一层层的包啊，一层一层的包。笔尖要蘸深色，笔尖要不停的蘸这个深色。包起来。这个往下，上面的往下包。显得层次特别丰富。
这个一直往里包，中间最深的用胭脂画，用胭脂画一些最深的地方。好，笔上沾掉一点颜色，我们外面这一层现在这个没有底色了，没有底色，我们沾一点底色，把这个胭脂画掉一点，不要让它胭脂太多，胭脂如果太多了，会画的整个画面会有一点点脏。蘸一点点这个太青蓝，蘸一点点太青蓝，然后蘸一点点这个玫瑰红，画外面这一层。这里还是调深一点点啊，调深一点，里面这个花瓣调深一点。这里再来一点小花瓣。好，这里来一个小花瓣。好，这个花苞就这样子可以了。这个还没有开的一个花苞，可以把它画大一点。让它伸出来一点。这个胭脂用多了一点点，胭脂用多了，胭脂真的要调匀，一定要调了曙红再调胭脂，否则这个胭脂在这里就会脏。加一下啊，一定调色，一定不要着急，一着急了，这个一调快了，马上这个颜色调不好啊。你看一下，改了一下会好一点。刚刚这个胭脂稍微多了一点点，你们是不是看这个颜色特别重？其实它还好。可能这个屏幕显示它是湿的，干了之后的颜色不会太重了。好，我们这里这一朵花旁边还会画一个花苞。我们这个花苞我们画一个差不多的颜色。这个花苞我们画成曙红的吧，曙红加胭脂的。让它跟它的区别有一点区别，把这个花苞挨着它。先把这个花苞画在这里。